不管你现在有没有钱，投资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课题。我想每一个人在生活上绝对会遇得到投资跟理财相关的议题。那么你到底要如何去投资跟理财呢？今天这集带各位来一起学习一些财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Kyl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个频道专门是为一些不想花太多时间读完一本书的人而设计的。我每个月会分享一本好书，那你只要花10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获得书中的一些有价值的知识。那如果你喜欢的话，那请再多多订阅、分享及支持这个频道咯。好，那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持续买进》Just Keep Buying。那为什么我想讲这本书呢？是因为其实对于现在的生活当中，其实大家对于财富的管理呢，还有理财都有很多的疑惑。那如果说可以透过这本书来帮助各位呢，对于一些投资理财跟一些财商的一些观念的话，我想对于大家的未来都是非常有益处的。那今天呢，我会从2个观念来跟大家来分享。那第一个是储蓄，那第二个是投资。好，首先呢，我们先来谈谈理财的第一关就是储蓄啦。有钱人为什么会有钱？是因为其实他们在早期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储蓄的这个动作了。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存了一些钱，然后慢慢的到中年到退休的时候，就有一大笔的资金可以去进行做投资啦。所以说，其实穷人重点应该要先放在存钱身上，富人重点放在投资。那作者在这边有说，其实大部分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呢，都是以储蓄为主啦。那等到中年到退休的时候呢，你才是拿你这些资金呢来做投资啦。那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说，那我在生活上我节省一点，然后呢这样子我可以多存一点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对于我来说呢，其实我觉得只有对一半而已那其实另外一半呢，你应该要去做另外一个动作，也就是要去多赚钱，要去多去找开源的方法因为呢，其实作者在这边有讲如果你光靠就是节省支出，然后你是没有办法变成有钱人的，你需要去多开源，多去赚钱才对那赚钱的方式非常的多，你打比方说，你可以出售你的专长或是说销售你的时间，然后甚至你卖一些服务跟一些专业的技能那甚至还有人会去教课甚至你可以比如说卖一些产品来赚价差。那最传统的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做，就是说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呢，努力的工作，然后变成主管，那这样子你就会有多的资金那开源的方式有非常的多，你应该要尽量去做，努力去做才对。然后把这些多余赚到的钱呢，把它存下来，这样子你才能加速累积财富的速度啊。那作者在这边也有做过很多的分析啦。他说，其实储蓄率越低的人呢，其实他的支出相对就比较多；储蓄率高的人呢，他的支出就比较少。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你会发现很多有钱人呢，他其实他赚了很多，但是他没有把大部分的资金都花掉，他有很大的部分他也是都存下来。所以说为什么有钱人会越来越有钱，是因为他们用钱去滚钱这个观念非常重要那另外呢，在人生当中呢，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碰到有一个问题，然后也就是说，你一定会去想说，我到底要买房子好呢，还是要租房子呢？我想这边作者在这边有建议3个条件给各位参考我觉得还不错，大家可以不妨听听看这个作者说如果满足这3个条件的话，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自己说，你可以去买房子了第一个就是当你确定你要在这个地方，或者是说在这个国家，那甚至在这个地区要待超过10年以上的话
这样子就蛮适合你的哦。第二个呢，你要有稳定的工作，因为有稳定的工作，你才有稳定的现金流来帮助你买房子。那第三个是说，你如果有存到头期款的哦，那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哦。所以说，当你满足这3个要件的话呢，其实非常适合就是买房子啦哦。如果你没有达成这3个条件的话，也没关系哦。作者在这边是建议说，那你们让各位就先去租房子就可以了哦。那由于我刚好也在越南有做过房地产了哦，以前我是在一间越南的公司跟日本的公司所合资的一间房地产开发商来担任这个行销销售顾问哦，所以说我也非常认同作者所提到的这3点，对于买房子的人来讲哦。那当然，如果你买不了房子也没关系，其实租房子也可以。但是呢，另外呢，还有一种人就是说，你如果有闲置的资金，有多余的资金想要进行房地产投资的话，这边我也呼吁各位，也欢迎大家来参考一下越南的房地产市场。越南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跟发展性的一个国家，真的非常欢迎各位来咨询。如果你对越南的房地产有任何的兴趣，甚至想要更了解更多的话，欢迎可以跟我联络。但随着时间的拉长呢，其实作者在这边有说，你不应该把钱放在所谓的银行的户头里面，因为呢，其实每年都会有通膨发生，所以说，其实你如果把钱放在这个银行里面呢，就是通膨会把你的钱吃掉，然后就没有那个价值了。所以说，你应该要把钱呢放在一些投资标的上面，打比方说像一些股票啦，像一些债券啊，等等的很多的投资商品，其实都可以参考。好，那最后呢，储蓄这个章节跟各位来聊一下最后的一个退休生活了哈。退休生活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得到的哦。作者在这边有说，要建立一个稳定身心灵的生活，才叫做退休生活。如果你的生活不够稳定的话，你的退休生活都不叫做退休生活，这一点请大家要记在心里。紧接着有了基础的储蓄之后呢，接下来就要把钱拿出来投资啦。那么你为什么要投资呢？第一，为了你的未来的生活保障；第二，为了抗通膨哦，因为可以把你的钱保值住；第三，让资本取代你的人力成本；第3点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呢，在各位的身上呢，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有很多的体力可以出去赚钱，但是当你到退休或是中年以后呢，你的体力绝对不会像年轻的时候这么的好。所以说，作者在这边呼吁各位，其实在年轻的时候要多存一些资金，然后到中年以后呢，慢慢的进行去投资，那这样子就可以维持住你的生活。所以说，晚年、中年以后呢，要让资本来帮你工作，而不是用你的人力去工作啊，这一点要记住。好，那大家绝对会很疑惑哦，投资商品这么多，我到底要投资什么呢？哦，这边举很多例子可以跟各位来分享哦。第一个，比如说股票；第二个，债券；哦，第3个，房地产；第4个，不动产投资信托；第5个，比如说买地哦。第6个，微型创业，做一些小本的生意；第7比如说销售自己的商品；第8，买一些贵重的金属比如说黄金，或是说一些艺术品钻石等等这一些就是一些贵金属。好，那以上这一些投资标的呢，就是仅供各位来参考啦。那大家要记得，投资没有100%赚钱的但是呢，你要记得，只要找一个自己熟悉的一个标的即可。那对于我来讲其实股票呢，我比较熟悉啦那我在这边简单可以推荐各位，就是说，其实你可以透过买 ETF 的股票来避开风险，那报酬也不错风险不会很高，但是报酬也 OK， 我觉得这个是蛮推荐大家的那我在这边简单跟各位分享一些股票的一些心法了比如说股票市场里面你千万不要有所谓打过大盘的想法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那投资呢，其实最重要的时间就是昨天了越早投资越好，因为呢，
当你越早投资，你的后面的时间的效益跟复利会越来越大哦。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平均成本法哦。作者在这一本书里面，其实他有提到非常多的方法哦，但是他最推荐各位就是所谓的平均成本法哦。什么是平均成本法呢？就是说在每个月持续的不断的投资哦，让你的投资的成本维持在一个水位上面，那它的风险不会很高，因为它会被你每个月的平均投资来成本会被平摊哦，这一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因为这一点是连上帝都没办法赢的哦。哦，那最后呢，跟各位聊一下这本书的精髓哦，就是什么呢？哦，时间哦，时间是你永远最重要的资产哦。你能在未来赚非常非常多钱，但是呢，你再怎么有钱，在未来来讲，你永远都买不到更多的时间。时间是最公平的一个东西，每一个人都有24个小时，每一个人都有1年、2年哦，时间大家都是一样的。你再多钱，你也买不到更多的时间哦。所以说啊，各位要趁早投资啊，让复利来帮助你达成财富自由哦。好，那今天大概就分享到这边。那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呢，对各位呢是有帮助的啦。那今天有讲了非常多的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些跟财商的一些知识。那如果说对你有帮助我在这边也非常的开心哦。那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的话呢，那请再多多订阅、分享及支持这个频道喽。那我们就下本书见，拜拜。